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0.97%，接近1个点的上涨幅度。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是，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走完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目前的周线级别的 K 线是处在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唐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下周就有可能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虽然美股在大的趋势上仍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特别是周线级别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但一定要小心容易发生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所引发的调整。那么今天 A 股市场创下新低，低点在2666点，但是尾盘我们看到迅速收回，最后收盘于2740点附近。那这个位置我们看到 A 股市场是在下行趋势的，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看到比特币市场处在一个震荡的箱体势力范围。3种表现，比特币市场在高位震荡，美股市场不断创出新高，A 股市场不断创出新低，证明3个市场出现了多极分化。那比特币市场，我们观察到目前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势力范围，其中12月4日走出了它的悟空阳线。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呢，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没有经历调整，所以呢，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经历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连续8周的一个调整过程。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形成箱体结构，这个箱体结构由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在波峰的这个位置，也就是$43,5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到达压力位附近快速下行。但是下方我们看到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在波谷的这个位置上通过焦点之后的波谷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它目前震荡的范围是43500到$42,000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形成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前面行情有一个假的突破，假突破的原因是美国 SEC 通过了 ETF，通过之后构成利好，利好消化之后构成利空利好落地之后构成利空，因此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的一个过程。其中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但是短时间的下跌改变不了它震荡和上涨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呢，比特币重新回到了一个震荡区间。经历这个震荡区间之后，我们认为如果能够一旦形成上方$43,500的一个第4次波峰的情况下，容易不断的创出新高，这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同时呢，我们认为当前行情比特币的一个震荡过程，正是酝酿多头的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当前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它的震荡是符合 K 线逻辑的。对于山寨币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多极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部分山寨由于比特币的调整进入到了一个震荡调整阶段，但是次新币种出现了一个爆发行情。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预言机板块出现了一个报复性的上涨，板块轮动式的上涨。代表 K 线就是 PYTH 代表币种是 PYTH。我们看到今天也上线了 Binance 平台。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戒阳线组，非常复杂的八戒阳线组，伴随非常多的妖怪 K 线、干扰型 K 线，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看到已经冲出前高。冲破前高之后，上线币安平台可能会经历一轮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才有更多的入场机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GoUP 在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然后被打压下来，形成了一个震荡的收敛三角形。
在这个震荡三角形当中是有多头机会的，但是我们观察到 GOP 目前的流通总量大概是12亿枚，它的真实的最终的总量是在100亿枚，因此呢，对于$0.6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如果是100亿枚啊，它的价格目前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对于这种次新币种，它属于大盘次新币种，是非常要注意啊，要小心啊，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止损。但是呢，PYTH 作为预言机板块的一个新币种，一个龙头币种啊，我们看到它紧跟着今天预言机板块的 Link 是在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啊，经历过调整，如果能够经历4小时级别调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Link 的走势啊，一个震荡行情形成箱体，形成箱体之后，这个箱体内部是内嵌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三角形的。三角形我们要忽略很多最高值，忽略一些最低值，找波峰和波谷连线当中更多的筹码密集区。通过连线连过来之后啊，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一直认为收敛三角形的末端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因此呢，在今天发动突破之后，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那么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Link 非常容易做这种箱体结构突破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前面箱体结构突破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长森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再度形成箱体，再度发生突破。那么未来呢，我们认为比特币的行情也会有这样的走势。那比特币在当前的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同时构成了箱体结构，那这个箱体结构前面有个假的突破，那在未来我认为这个箱体结构也容易发生继续上行，并且能够成功酝酿出下轮行情，也就是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这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整体来说呢，比特币是一个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多头趋势。那同时呢，我们在昨天给出了 BNB 啊，目前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区间。我们看 BNB 的现货就可以看到啊，BNB 和 USDT 的现货，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一个下跌的方向偏下行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这个收敛三角形是内嵌在一个箱体结构当中的。那么我们昨天提到这个箱体结构目前已经接近收敛三角形的焦点，那么一个下行的收敛三角形非常容易在跌破之后，或者是在收敛三角形的内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反弹。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对于当前比特币稳定架构下的 BNB 来说，$300附近是一个可以逐渐布局进场的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也看到了这轮行情 SOL 表现非常强势，特别是 SOL 这个板块当中的很多币种都表现得非常强势。这也是我们在23年7月份给出的一个会员票，目前涨幅超过5倍。那么在当前的这个 SOL 的结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收敛三角形走得非常规则，目前处在一个变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行情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箱体结构。跌破之后重新修复，如果能够在$110附近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峰的话，是非常容易走出继续上行的动作。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处在一个23年12月份啊走出来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的底边线的位置在$70附近。当前6根 K 线是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那继续上行的话，我们认为它在周线级别会走出下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因此呢，对于 SOL 来说，未来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行情。同时呢，我们之前公开出来的会员票 RAY 啊，也经历了一轮的调整。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啊，周线级别啊、日线级别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容易发生变盘。假突破之后回踩了目前的筹码密集区，因此呢，在筹码密集区附近可以重新开始在$1附近啊，重新开始布局。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